你今天好吗？我是 Gabi。
今天好吗？我是高贝。照惯例的，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音乐创作者、制作人，也是一个 DJ。然后 Podcast 呢 ，Gabi Draw the Beat 呢，等一下，我先把我的 vocal 关掉。对，你现在收听的这首歌呢，是我这个月制作的，它叫 Deep Blue。对，然后顺便告诉大家，这首歌已经发行在各大平台，可以在平台上面搜寻得到。是 social media 上面呢，也可以找得到 Deep Blue 这首歌。好，我是一个音乐制作人，还有 DJ。其实呢，我会开始制作音乐，也是因为我们的 podcast。对，在我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呢，我就很多心里的对话，然后开始与自己对话，然后把这些录下来呢，想要分享给或许有某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也有人和我一样的想法，然后一个人走着有点孤单，那可以一起去探索一些生命很微小但却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呢，我就录下了我的 podcast。然后 podcast 录着录着与自己对话呢，终于找回了自己的热爱，然后也开始制作音乐。今天 podcast 已经在3个月，即将满3年了。这3年其实也做着做着，怎么觉得好像很快哦？可是这3年我并没有让自己去就是学习别人的做法，反而还是在自己的那个音乐里面持续耕耘，然后 podcast 耕耘，然后去找自己的方法。我这次发行其实也没有想很多就是觉得1年至少发行一个，虽然它不是在我成功转换了我真的要的，写出了真正要的那种 trance 的感觉，不过它还蛮接近就是我觉得是一种成长的记录啊，所以那时候我还蛮喜欢的，所以我就当下就立马就决定了发行。跟别人制作那个人不太一样的是，现在觉得就算不完美，我还是会想要把它输出。有时候我觉得最近一直以来就不是追求完美，但制作的方法还是一直在学习。但我也不要求自己一定要完美，我反而把它当作是一个自己的成长的一种记录啊。对，然后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好了。还是一贯的有我很喜欢的 vocal chop， 我真的觉得我很喜欢像现在听的这个 vocal。 那这个月呢，其实我好像就是一直重回到一直要让自己慢下来，因为以前一直告诉自己说要慢下来，可是好像都一直做不到，就是没有创作，总觉得好像自己在浪费时间。对啊，然后这个月就一直上个 podcast 就跟大家分享说，
10000个小时吗？那你重复10000个小时一样的事情，你还是错。所以我这个月就比较专注于在处理我这种焦虑感，就是我觉得焦虑感这件事情，它让我完全没有办法休息，让我一直在焦虑着我的音乐啊什么的，一直追赶着自己。我心里想，这不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所以最近很想要去处理配得感，还有放松，所以我也没有刻意的去让自己说，我这下子这一个月如果没有创作的话，我 podcast 要怎么输出，怎么跟大家交代？我反而在想着尝试我想要做的音乐之外，当然 podcast 也是1个月会录制1次，但是像上一集我因为我现在住在别的地方嘛，那于是呢，我录完还要剪辑，就有点赶，因为我1个礼拜才能回来1次嘛，所以上一集呢就有一点赶，好像当天录制的，我就赶快稍微拙劣的剪一剪，然后上传写一下。后来回头还是觉得不太适合，所以后来还是有再修改了一下，然后再上传。然后自己这个月就发现说，这样不行哦，这样不行。虽然录制这样子一贯课程，我也告诉大家说，后来我决定比较简单的剪辑，因为我需要的是更流畅的那种工作流程。我觉得后来出来的成果不是我非常满意的成果，所以这个流程呢，我就想要再改一下。录制呢，还是一样1个月录制。那我真正上传了，我还是会让自己把它至少多一点，再更多一点时间，然后让我可以去确认它是我可以接受的一种程度，我才会把它上传。于是我 podcast 现在也不想要追赶自己了，唯一我觉得我想要控制的是我每个月正常的输出录制，然后给会员们一些正常的时间，固定的时间可以看我 podcast， 然后会员加入我的会员呢，每个月都可以收看到我DJ remix 啦，或者是像今天的一样是 podcast live， 然后跟你 podcast live 呢，就是在分享我生活中的事情，还有我这个月我制作的音乐，那我怎么样把我的想法，还有为什么写出这样子的歌，它里面一定有共同处，那我把它分享给大家。那这是今天的 Deep Blue， 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它就是渐进式的，然后一开始呢是和弦，然后加一些 vocal 的声音，然后再把你引进来，知道我想说的话，然后最近就是在练习写那个我所谓说的 trance 的 punk 那种旋律，所以这4首歌呢，我还是没有写出来，但是呢，我有新增了一些 punk 在里面，我们来听看看，单听一下。
加上 pad， 然后加上 lid。对，就像这些他在耳边的一些旋律声音，那这次我也觉得我好像年度发表应该更给自己更多时间去制作，结果之前的都是靠感觉啊，这现在呢会觉得还是需要计划一下。可是我反而觉得我觉得一般这种，当然我会觉得急啊，就是在自己的状态里面会急着想要自己赶快学会啊，做好音乐啊，做好 DJ 啊。但我发现好像还不是时候，虽然内心还是会有一点，有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一个人孤独久了，然后一直在制作音乐，好像真的蛮孤单的。然后我这个月其实就在公司里面嘛，我一样在工作，让我环顾我四周的环境，我突然觉得我在这里找不到我的价值。对，就不管我再怎么努力，我看不见我的价值，但工作还是要做好了。然后我就在想说，这样真的不行，这样真的不行，我不能就是被动的被选择，我应该要创造自己，或者是打造自己，或是加入那个与自己同样做同样的事，或者价值观比较相同的环境，我一定要去找，让我去找到那个你要换一个环境，或是接触，还有不是一个人埋头的苦干，你要让自己找到一个环境，让你可以让别人看见你在做的事情。但这跟你去找到别人看见你的价值，或者是等待你的价值的观念不太一样。我发现创作者很容易会陷入说，我就好好的把我的创作好好做好，然后发布出去就好了，总有一天会有人听见。但是现在每一天每一年发行的歌实在太多了，对啊，好像是上千首、上亿首、上千万首、上亿首，你要怎么样去让人听见，实在是有点难啊。大海捞针，至少，但我觉得至少你要让你自己在创作这条路不孤单，你要去找到你的同温层嘛。如果你所在的位置完全没有人是你的领域的，那怎么办？不过我想大家应该也没有像我这么孤僻吧，身边都还是会有一些好朋友，或者是跟你的兴趣相符的人。是我禁锢了自己，然后我觉得应该也跟我心理状态有关。当我觉得外面真的是太多那种跟我的想法背道而驰的环境里面，他总是要我们装忙瞎忙，
你只要动，好像就是有价值。然后我觉得太累了，所以我好长了一段时间，我把自己关起来。就是除了工作，还有私底下的我可以尽情的去做我想做的事，所以每天迫不及待就是下班，然后出去外界，总觉得，好像到哪里都格格不入。于是呢，就又埋头栽进音乐里面，然后只有音乐让我可以平静。不过最近的想法就有点变了。对啊，我觉得那个时候很适合自己关起来，但现在我觉得，与其那么痛苦，那不如就是一个人孤单的做，不如找一些同好来跟你一起走，这样路会不会更有趣一点？我的想法是让自己有趣一点。也许也是因为我心里的状态慢慢的开始在打开，那我一个人修复、整理自己的情绪，以及外界的那种感受，已经慢慢的消融。那些愤怒，对世间的愤怒啊，或是不太接受很多人价值观，到现在慢慢接受了。然后我告诉自己，就是我觉得做音乐啊，你是跟你的心理很大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持续的做 podcast， 而且 podcast 是跟我的音乐是有关系的。到目前为止，我想还没有人跟我做同样的事情，因为每个月都在分享自己的制作的音乐，还有跟你聊聊人生的观点。那我最近觉得，我把自己封闭起来，是因为我在我身边找不到能够理解的人，或者是外面的想法，并不是自己固执的。总会你心里看到那个光，你会想要坚持那一道光。你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事情，只是你还没有遇到懂你的人，或者知道你在干嘛的人。因为以前的我把自己关起来，就埋头苦干，然后自己在研究嘛，那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到一个阶段之后，现在我觉得不行了，我应该要想办法让自己接触到另外一个社交圈，另外一个跟自己在做的事情是相同、是有关联的社交圈。这样子，我们创作的路才不会孤单。还有这些人才看得到你的价值，即使看不到，你也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于是我就在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接触？然后因为最近 podcast 我想要录 Gabi Bye podcast 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录好了，然后影片也拍好了，可是我迟迟的都没有发，也没有想要剪辑，因为我总觉得 DJ remix 的方式，之前是我靠自己摸索，然后学习网络上的资讯嘛。那我现在就会觉得不太够了，我觉得之前瞬间的技巧不太够了。我想要真正，更何况我想要碰触，就之前自己一直买的 DDJ 呢，行动的小小的一个 DDJ， 我觉得已经不够了。我想要去真正的去使用到大型的 DDJ，
控制器。那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去解除呢？后来我就想到去租借教室嘛，我就可以使用到。他辗转找一找，是有找到租借的地方。那再来找到了呢，我就会想哪一个。在询问的时候，我觉得在询问的时候也是，就是一个你在因为有之前的经验嘛，后来我现在还蛮重视那种回复人，就是他们公司回复的，或者是公司的感觉，所以我就在筛选哪些店家，虽然不多。在中部或者找到台中的，然后这个念头其实就是刚开始有念头，到后来一直放着，到我真的觉得这不行了，我真的需要走出去的时候，我就再重新的再筛选一次。那我就看到一间除了教学，他们没有 DJ 教室租借。但是他们有课程，那课程也包含的你可以使用他们 DJ 教室的时间。最重要的是，它还有年度发表，就是如果你买课程每年呢，他们都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坊，会有一个年度发表，让学员有一个舞台可以去表演，算是成果发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课程，然后既可以让我学习，又可以让我使用教室，再来就是可以有发表的空间，这样子我才有机会让别人看见我才有机会去认识同样是音乐圈的人。那是我现在能够想到的方法。对啊，那再来就是开始在想说我要怎么在庞大的生活支出里面呢，再挤出一点上课程的，因为又要买课程的音乐东西，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你有一个想法，那你现在但是还做不到，可是以前都会逼自己我要想出方法，现在反而会觉得你就做吧，反正时机成熟了，你自然就会下决定。像我在制作我 Gabi Vibe， 刚开始也觉得现在可以 remix 歌了，那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那我就去拍影片了嘛。拍完影片呢，后来拍着我就觉得我现在的 DJ 的技巧好不够了然后需要增加了。编曲也是，我想要制作 trance， 但我觉得我写和弦、写旋律、写这个部分有点弱。好，那我就是针对这个方面呢，再去调整，再去练习。然后很多事情，有时候你想到了，你想要去做。就与其去鞭策自己说我要怎么样，那不如就顺着你做的事情，然后慢慢的去开始扩展，总比你每天一直在想，然后做不到，然后给自己很大的压力。这是我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个月的事情。所以这个月很多时间我都在顺流。所谓的顺流，就是在原本基础我正在做的事情里面去找到
我想要更加强的地方，然后对这些加强的事情开始停下来，慢慢的去分析，然后去耐心的去学习，去找方法。那自然而然的就让我知道自己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哪些地方我需要再去学习，甚至去找到一个同温层，让自己可以开始慢慢结束这个圈子，让大家知道我在做什么。有很多事情你去告诉别人你在做的事情，那远远不及于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直接让人家看见的有说服力。对，你遇到一个人，你告诉对方说我在做什么做什么，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他们只想要接收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或是想要诉说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所以每个谈话，大部分我发现每一个人都是想要对方理解自己，那都想要找到那个愿意倾听自己的。所以你一开始在交流的时候，很有趣哦，就是每个人都想要讲自己心里的想法，然后到最后听别人就是这样子。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接触的环境的关系啦。那后来我就自己有思考了一下，我觉得交流有时候不需要去言语，而且在这个时代，我反而觉得语言好像是一种阻碍。那你介绍了多，反而会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观察到很多时候你不用去，因为你为了想要推销自己的产品的作品，那你就会跟大众去解释，去告知你在做什么。我觉得这是很一般人一开始会用的方法。那现在我觉得最有用的方法是，就去做吧，直接做。但像我就是那种在家里，然后先把功课做好的人，然后再拿出去。我总觉得说，你只要把你的作品做好了，别人听到就会很惊艳，然后就会觉得哇，你好厉害。可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人们更多的会被感动的是你在做的这个过程，即使你很艰难，但你能怎么样带领自己或陪伴自己度过这些艰难，然后你做这件作品其中会遇到的一些困难，还有你的心灵的建设是如何，然后如何改变的。我觉得与其你在呈现作品，但人们最喜欢的是参与你的过程。但我在想说，其实我的环境还有我处在的环境，我发现我不太适合做，可能也是没有自信吧，不太适合拍这些过程。然后也在想，我应该要把这些过程怎么拍成影片，但我还想不到。但唯一我可以确定的是，与其你在网络上去跟大家介绍你的作品，那不如呢，你把自己抓到阳光下，抓到外面，直接去做这件事情，让别人看见。
对，这个过程直接让别人看见，这远比你去说服别人说我的作品很好，你赶快来听听看，然后怎么样，我觉得还要有说服力，还要有力量。如果你现在也是在创业，或是也是一个创作者，或者是自媒体的创作者，当然我觉得也许你的剪辑还是你的影片，你的创意一定是比我还要厉害。如果你是刚开始做，有跟我有一样的想法的人，不知道怎么样去告诉大众，你在做的事情，你也期望别人真的看见你的价值。那我现在能给的建议就是，去找到你的舒适圈，开创一个真正跟你在做同样事情的地方，然后在那里做你原本就在做的事情。因为人跟人的交流才会有情感，然后才会理解。但与其在一个地方，在网络上一直告诉大家你是什么，你是什么，那倒不如呢，你就去做你自己，只是换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做。那这样子的心理压力也会比较少。如果是一个社交艺人，他就可以当然会很容易摊在阳光下，因为他本来就是很享受外界的眼光。那像我们这种很内向的 I 人的时候怎么办？就我给自己最大的建议就是，在找到那个地方，然后也能让你做你原本在做的事，这样你心理转换的那个压力没有那么大，只是多了外界的眼光。这也是我一直在练习的，像我 Gabi by 那个 DJ Remix 的拍摄，从我喜欢找没有人的地方，我可以安静的创作，然后到我慢慢的去尝试走到有人的地方了，然后去做会有什么成果。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我上次我跟大家说，我跑到鹿港的龙山寺，我就把我的 DJ 设备带去，然后因为我想要录制我们新的一集的 Gabi by， 那跟之前不一样的是，我都特意找没有人的地方，因为我可以尽情的去做我想做，因为我很害怕别人的眼光。然后其实我真的很想要把它跟寺庙结合，所以我就去了。反正管他的，我就告诉自己说，管他的，反正我就去了，丢脸就丢脸吧。然后我刚开始在那边开始放设备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眼光。然后当我真正在投入，我心里想说，我只要画面而已，我只要画面就好了，我拍到画面就好了。然后到后来，我用音乐去镇定我内心的恐惧。对，我还是就是把它拍完，然后拍完回来就是过片的时候，就是在看检查那些素材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在看你啊，在看我啊，对吧？他们可能说你在干嘛？可是我觉得在台湾一个很幸福的事情，你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允许你做你自己。就是我在寺庙里面很有趣的是，我去看景的
的时候，就我还没有带 DJ 设备去拍摄的时候，同事介绍我一间炸鸡店很好吃，然后我就去买了炸鸡，然后就跑到龙山寺里面。我竟然没想说，那会不会有一些宗教的激进分子觉得说，你怎么在寺院里面吃肉？我自己想都觉得很好笑。但是我就坐在龙山寺，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很舒服的地方。它前面有一个很大的空地，就像大户人家的庭院，我非常喜欢那种设计。然后它前面有2棵树，你从入口就已经有一个空地了，然后进去龙山寺的那个门里面又有一个空地，然后它寺庙前面有2棵大树，就是一左一右各1棵。太阳很大的时候，你可以坐在下面乘凉。其实我一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了。我很喜欢这种很自在的感觉，在大院子里面，你自己的空间里面有一个很舒服的地方，那你不用担心别人的眼光。它里面的设计就让我觉得很舒服，于是我就坐在树下啃着我的鸡腿。真的，我觉得很好笑。我有时候会被自己的一些想法给逗乐，但它就是很自由。你以为会发生的，根本就没有发生。其实我这些年也是，自从我开始做音乐，想要到外面，我一直就在脱敏，就之前会过敏的一些事嘛，然后我就一直一点一点的尝试，让自己慢慢可以接受。所以我就是在尝试，我做这件事情，别人会不会怎样？我以前常常就是还没做的事情，心里就先预想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可能会有人不能接受啊，还是怎么样？甚至我在做音乐发布的时候，我甚至开始幻想会有很多观众，然后在留言上面骂我，或是批评我。那是真的是对自己很没有自信。可是我就是即使这样子，我还是在做，为的就是要告诉自己，做这样子真的会吗？真的会吗？真的会吗？然后去看见原来不会，原来不会。在每一件事情，我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尝试。那后来我真的要去的时候，我也是路上也是很紧张，但是我就想说，跟以前不一样，我这是有先看景的，我也有想过我要在哪里拍了，对，然后我也想过了，我知道我每次去拍摄我都不会吃东西，我都会忙到我不吃东西，所以好，我们也先吃好东西，带好食物，最重要的是水。那别忘了天气很热，然后也知道自己很容易流汗，然后就去准备毛巾。就是这些事情，在做的这件事情，我发现我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比较靠感觉，那这次会基于感觉的层面上面呢，多一些准备。那这也是我在学习的事情，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发现这整个过程我都在从开始往前冲，靠感觉一直往前冲，到我现在停下来了，我还是喜欢那种有感觉的创作的感觉，但是我现在要做的是基于这些感觉，我还要再多一点的准备规划。我就是在学习这件事情，于是包括我们的 podcast 或者是 DJ remix， 包括我的编曲，
这都我觉得就是层层，全部都是紧密的。你的任何的阶段、任何的关卡、任何的节点，它都结合成同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在学习，然后甚至我一开始开头的时候不是跟大家分享说我在学习不追赶自己嘛？但很多时候反而会有一种意外的收获。这个月我就在练习我的 prompt， 那种学习怎么写，然后我就学习到，我原来可以把我在练习的部分变成我的资料库。最重要的是这个月我学习重新整理了我的资料库，不管是编曲的还是 DJ 的。学习正确的方法是整理你庞大的资料库，远比你一直创作的好。这是一个很大的要进。我觉得我一直以为就是你创作就是一直学一直学，一直做一直做，你就会变得很厉害。可是我这个月学到的是停下来，耐心的去仔细琢磨那一些你最弱的点。结果整理这件事情，它给我无限创作的自由。我现在这首歌是 Deep Blue 嘛？它是我在创建资料库过程前写的。那它还是会让我觉得，怎么还跟以前好像有一点类似，但又不太类似。因为我一直想要转换我的风格，因为我喜欢 trance， 因为我被感动，所以我也想要写那种很好听的旋律。可是我在这个过程在那边整理我的素材之后，我昨天又写了一首新歌。我终于尝试到我这个月努力的一些成果了耶！就是我很耐心的把我的歌曲，把我的 sample 整理好成是资料库，包括一些我的模板，你的 project 的模板，有些东西你之前用过的你喜欢的声音，把它存起来，整理好。当你要用的时候，你灵感来的时候，啪啪啪啪啪，那些整理好的资料就很快的被你找到，然后你的创作就会更加的顺利。这是我这个月得到最大的收获，我真的觉得，所以我想要分享的是，你的价值，你最重要的工作流程，不是傻傻的一直做那种看起来很无聊的事情，或者是你只是整理，你以前会觉得它没有价值，你觉得它没有价值吗？没有，停下来才是最有价值的。这是我这个月发现的。我整理这些东西，当你有灵感要创作的时候，它发挥了很大的效果，它发挥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不用再一个一个去找，我可以最快的把我的想法变成作品，因为我整理好了。所以这个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不用每一次都在期待着每一个大制作、一个完整的作品，然后觉得把它完成了才是有价值的。只要你每一天，你问自己，我今天为了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做了什么努力，我做了什么事，
即使是很小的事情，你有在每一天都有一点一点一点的累积，那也是没有脱离你想要的方向有价值的一天。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我觉得我以前都会觉得说，我没有写歌就好像我停止了，我没有学习，我没有上课，我今天就好像什么都没做。可是我现在在告诉自己是，最重要的是，如果我没有做，我的想法是，如果我没有做，万一我都不做了，我以后就不会再做了，怎么办？就是说一件事情你把它放着很久了，就像一本书，我害怕自己太久没有去翻阅它了，然后我就永远都不会看了。我原本是这样想，然后后来我想想，不对啊，你只要每一天，你所谓的做事好像就是真的沉溺在里面，一直做一直做，然后好像要把它完成一个大作品才是做。那其实你每一天很微小很微小的跟你想做的事情有关，那都是。还有为什么之前都会说去做你热爱的事情？因为只有你觉得对这件事情你有它期许，你有利益的关系，然后你没有做，你就会觉得好就不想做。但只有你热爱的这件事，即使你好久都没有做了，你心里还是会一直想要，还是会想要一直做，有点绕口。而我想要表达的就是其实我想要告诉你的是，比如说，我现在觉得，只要一天我找到每一天我有在听别人的歌，那我找到很适合我 DJ remix 的歌，那都是 check， 就是我今天的工作完成了。把你的工作变成很微小的一件事情，那你心的压力不会那么大，再来你会有成就感。那再来是你做这些很微小的事情，它就没有往前进吗？有的，像我这次就学到了，这些很微小的事情，没想到帮助我在创作，真正我要创作作品的时候，给我很大的帮助。于是呢，我终于学会到，你每天很微小的一些准备的动作，它都不是停止哦。原来我没有停止，而是我之前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压力太大了，我逼到你都会觉得太累了。你心里很想要做，可是你身体会告诉你自己，你真的太累了，不行，换一个方式。所以我就想要找到平衡，你的外在跟内在的平衡。我做事情很重视我的平衡，只要有不平衡，我身体就抗议了。对，所以他就在抗议了。所以这个月我更加注重自己的饮食还有营养补充，更多时间花在生活当中。所以这首歌其实也是花了2天，每次作品都只有2天。对啊，就是因为我1个礼拜只能回来1次嘛，甚至如果我想要做别的事情又不行，所以我每个礼拜都要回来。那这样子压力的确时间不够，这样的想法会把自己逼得很累。
所以我就想要找更平衡的做法。于是呢，刚刚讲的那种想法让我得到很大的解脱。你不要永远都以为你一定要做很大制作才是在做。其实最好的行为做法呢，就是以最不费力的方式持续的往前，就像跑马拉松。你想要你现在是短跑比赛还是马拉松？但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你绝对不会想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自己的体力用尽了吧？放松一点，其实你很棒，这是我想要对大家说，也对自己说。做这些微小的事情，然后让你可以，你的生命不只是应该只有一件事情，还有去享受生活啊，不是每天只是创作啊。我就是这样。你把你的工作流程变成这种很微小的，它也是在成长。但外面还有很多你值得去探索的事情，甚至你的健康、活在当下的能力，它都可以成为滋养你创作的一些养分。所以别再只把目光放在你所做的事情了，去享受这个阳光，去享受为自己煮一顿饭的美味，去享受怎么好好的照顾自己。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改变，对我来说。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在生活里面找到微小的幸福，然后最微小的创作。你不是非得要每一次都要冲刺，你需要的是调整自己的步伐，整合自己的资源，然后慢慢的走。那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呢，不要太执着的一个点，然后去找到可以让别人看见你正在做的事的舞台空间，让你做的事情自然而然去吸引到喜欢你的人，了解你在做的事情的人。你没有在很努力的去做一件事情，不代表你放弃了。微小的整理，微小的捕捉一个灵感，都是持续在前进，不要追赶自己。大脑好像只会接收到，我们讲一个语言，就不要追赶，他只会接收到不要，好，他就不要。所以，我改变一下我们的说法，追求你最舒服的状态，追求如何可以舒适的、好好的继续往前走，而不是贪快。这是我想要给大家的建议，也是我这个月学习到很重要的。那它也帮助我心理的压力，好像放下了一块真的我扛了很久的石头。那 Deep Blue 呢？好，我们现在要正式介绍这首歌了。Deep Blue 呢，他在写，就像我一直
觉得好像自己在水里面，我很想要努力挣扎，跑到水平面上面。那这首歌就是在鼓舞我自己，不要放弃。虽然现在还看不到光，看不到前面的，就是还不到，找不到那个水平面可以喘口气的地方，但是不要放弃。这也是一个在治愈我的同时，让自己看到希望的一首歌。然后里面也包括我尽量想要让它力量、情感与力量结合。所以你会发现，我每首歌前面都是好像没有什么杀伤力，但会到了第二段副歌的时候，就会开始狂野，比较狂野一点。但我觉得它也是反映到我内心的状态。我可以很温柔，但我也可以杀伤力十足。这就是我在音乐里面找到的平衡，想要维持的平衡。那希望把这一些也分享给你们。那这首歌有什么需要说的吗？好像，就听吧。它是我找到力量的一个过程，然后也是我开始转换到另一个阶段的过程。所以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更清楚了，经过这个月这样整理之后，我更清楚我自己应该要怎么就是细水长流的持续的创作走下去，然后让自己开心一点，不要那么累，照顾自己的作品。然后希望把它分享给你们。不知道这个月是很平凡的一天，但却很重要的一步。它带给我更舒服的状态去照顾自己。那我也希望你们同样的也是一样，可以让自己有很多时候呢，你并不是必须要一直往前走，一直赶路，一直很快节奏的一直往前奔跑。很多时候我们人生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这种很平常的日子，很无聊的日子度过。那怎么样去度过这些日常，就是很重要的硬实力、软实力。对，我觉得有时候软实力也同样的很重要。你怎么样熬过这一些时间，在等待，愿比又给你机会了，结果你搞砸了还要好。你有舞台，你有机会，可是你没有准备好，那是不是很可惜呢？那在这些很平淡无奇的日子里，这些累积就是为了让你在那个紧紧抓住那个机会的时候，所以千万不要看清你每一个生活每一个无聊的时刻。如果你在这些无聊的时刻找到自己的快乐，持续的创作，能够持续创作，你就没有落下，你就没有被丢下，你就没有停止。希望你也找到那个最微小的往前走的动力，
持续，不要放弃。每一个微小的举动都在累积，都要在成为自己，都在为了那个舞台准备。这样会不会开心一点？好啦，那我们就来欣赏这一次的 Deep Blue 吧。有兴趣可以去听听歌词。今天很稀松平常，只想要跟你们分享这一些很简单却很重要的事。我是咖啡，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对了，我忘记跟大家分享，在我的官方网站还有个人网站里面呢，我最近有推出了一个编曲的课程。如果从零基础想要学习音乐制作的人，那你也喜欢我的风格，那没有人可以带领你，甚至很简单的设备的一些怎么样的设置或是解决，你不会乐理，那你也想要制作音乐，欢迎都到我的个人网站里面去了解，从零去制作你的音乐。然后这部片我有放在我的那个 YouTube 里面，详细如果想要跟嘎比学制作音乐，那欢迎都到我的个人网站去了解，然后也会有学习的一些资讯。欢迎你加入我的课程。对，就是这样。如果你也想要制作自己的音乐，想把自己的想法也制作出来，嘎比现在有开启了我的专属课程。然后比较像是服务性质啊。如果你有一些问题，都可以来，希望就是让嘎比协助你。然后你也不用太担心，就像一些线上课程一样。你有什么问题，甚至如果不是制作音乐的问题也可以，就光是你需要买什么器材或买什么，我可以用最经济实惠的帮助你在第一个过程里面去尝试。甚至如果你想要学习架构，自己亲自的架构自己的网站，然后去分享你的作品的一个平台，你都可以跟嘎比预约。对，我创作这一些年以来，我尝试了不只是音乐吧，做了很多，甚至你想要学习 DJ Remix， 一开始不想要去找太昂贵的课程，因为我发现现在的课程真的都很知识化。对啊，那他们就是很像照本宣科，就像台湾的教育一样，就是给你一些课纲，然后照着这些课纲去上课。我非常讨厌这样子的教学方式。对，所以我就想说，不管是什么疑难杂症，因为我自己在学习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有时候的问题并不是制作音乐本身的，而是你光是第一步，你的软体应该怎么
怎么设置，你要买哪一些器材，为什么你的音乐然后在电脑听得很好听，输出的音乐跟那个打片一样，怎么那么难听这样子？我想要用更贴近你本身的问题来去为您解答。那如果你有对这些课程有兴趣的，都欢迎到我的个人网站去了解。对，这是最后我要补充的事。好了，有需要的就欢迎来跟我预约。我们下次见喽。Deep Blue 现在在各大平台已经可以收听了，欢迎去搜寻 Gabi.L。 拜拜拜拜，我们下次见，拜拜。oceans. Cause we fireflies glowing in the night. Don't stop the motion.